这一节我们介绍一下 EC300系列 PLC 的 Profinet 通讯功能。那么通讯功能的话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的话是 CPU 和 CPU 之间通过 Profinet 通信，另外一种是CPU 和耦合器之间通过这个 Profinet 通信。那么这一节的话我们就重点介绍一下CPU 和耦合器之间的一个 Profinet 通信，包括在这个组态和使用方面的一个实操介绍。这里我们准备了两个硬件模块，一个是 CPU， 是 EC300系列的这个 CPU， 另外一个呢是耦合器。EC300系列 CPU 的网口2和这个耦合器相连。双击打开编程软件。点击新建工程，选择一个合适的存放目录。命名一个工程名称。点击确定。选择正确的 CPU 型号和使用的编程语言，点击确定。工程建立好以后，我们需要在这个工程里面组态耦合器。在组态耦合器之前，我们需要安装一下XAML文件，也就是我们需要安装一下耦合器的 XAML 文件。我们选择正确的 XAML 文件，点击安装。安装好以后，关闭。然后左键选择 Device 设备，右键添加一个 Ethernet。添加完 Ethernet 以后，选择 Ethernet 右键添加 Profinet 主站，然后在主站下面添加从站，也就是这个耦合器，点击添加，点击关闭。或者我们可以通过扫描的方式，我们先将耦合器删除。双击打开 Ethernet，双击 Device 设备，将计算机扫描一下。CPU 型号不对，扫描不上来的原因可能是 CPU 的型号不对。
我们通过网页可以查看 CPU 的一个型号，输入 CPU 网口1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然后我们查看一下 CPU 的型号，可以看到它的型号是 A1F2。我们回到工程，我们选择 Device 硬件，然后更新设备，更新为 A1F2，点开。这个 Soft Motion 就是运动型控制器，运动型控制器的这个就运动型的 PLC， 然后我们选择正确的型号，点击更新设备，点击关闭，更新好完成以后点击关闭，关闭，然后扫描，这样就扫描上来了，点击确定，这样计算机和 CPU 就连接成功了。回到网页，回到网页我们看一下网卡，点击网卡，确认一下网口2的通信方式。我们需要将它配置为 Ethernet。如果不是 Ethernet 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将它配置为 Ethernet。然后登录到 CPU， 将程序下载到 CPU 里面。这里有报错，我们看一下哪里有问题。这里要选择一下网口，加 Ethernet， 这里要选择一下网口，选择2 Ethernet。网口2的通信方式需要配置一下，配置为 Ethernet。然后打开 Ethernet， 调整一下，下载。选择主站，左键选择主站，右键扫描。这样我们就将耦合器扫描上来了。扫描上来以后，我们修改一下它的 IP 地址。它的 IP 地址需要和 CPU 的网口2在一个网段。因为我们网口2是 21.80， 所以我们将耦合器的 IP 地址改为 21.21。设置 IP 地址和名称。这样我们的耦合器还有耦合器上面挂载的 I/O 模块就扫描上来了。扫描上来以后，复制到工程。这样我们的耦合器
以及耦合器上面挂载的 I/O 模块就主态到工程里面了。我们双击打开 I/O 映射。I/O 映射这里显示总线未运行，现实的变量可能不是真实的。再打开一个模块 I/O 映射，同样显示这个报警。显示这个报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这些通道没有在用户程序里面进行调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DIO32，DIO32 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耦合器，这个耦合器本体带的这些输入输出的通道，就对应到了这个 IB4 还有这个 QB0。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用户程序里面调用 IB4 和 QB0，也就是说对这些输入输出区没有调用，所以它会选择这个总线未运行。所以我们没有调用，所以这些通道没有进入到这个总线里面，进行一个循环运行，所以它会选择这个警告。那么我们如何消除呢？在我们这个第一种方法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变量里面，我们在这个用户程序里面定义一个 byte 型的这个变量，然后把这个地址copy 过来，对这个地址进行一个调用。把这个输出地址也拷贝过来，对应到的地址。这样我们在用户程序里面，用户程序的代码区对它的输入输出区对应的这个通道映射进行了一个调用。调用了以后，我们下载到 CPU 里面。编译一下。编译一下。编译没有报错，将程序下载到 CPU 里面。引擎运行。又多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已经有输出，可以看到对应的输出通道指示灯已经有
输出已经亮了。下面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打开 I/O 映射，然后选择使能2 ，I/O 映射使能2。映射选择使能2，这一种方式的话，即使我们在这个用户程序里面没有对通道进行一个调用，它也会一直在总线任务中循环。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没有那个报警了。这个的话，那它就对应到了是这个画的第二个模块，继电器型的输出。我们给它分配一个值，我们给它的输出通道分配一个值，255强制写入值。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输入通道指示灯已经亮了。我们再对第二个字节写入一个值，它是写入值，这样第二排灯已经亮了。下面这个的话就是对应到我们的这个模拟量输出模块，我们对它通道的这些值进行一个操作呢，它就会相应的电流输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第一个通道已经亮了，就说明有相应的这个电流输出。那么 CPU 和耦合器之间通过 Profinet 通信的介绍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那么 CPU 和耦合器之间的通信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